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節目會特別來關心到的議題，包括了伊朗在此刻擊落了美國軍機嗎？這是來自於伊朗的最新說法。美國此刻則是急喊要延長停火。美軍另外一方面面臨的問題是非常的燒錢哦，燒到現在他們在軍事的訓練上面都得暫時喊停了。另外的問題就是彈藥掏空，爆脆弱視窗。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首先歡迎我們的在場來賓，清華大學講座教授張延廷将軍。思敏好，大家好。台大哲學系教授苑舉正老師。思敏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陸軍退役少將厲正傑將軍。思敏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記得幫我們把影片按讚，謝謝觀眾朋友。昨天有非常多的留言湧入，今天呢，希望在本周的最後一天，周五，大家也持續的跟我們做更多的互動。在留言區可以寫下思敏我在哪一個城市收看，那我會親自的來做回復。記得了，也會寫下熱推這2個字，然後呢，看到熱推鍵，記得幫我們按下熱推，讓我們的影片持續的推播出去。今天每一站是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我們會請來賓來特別幫我們做解析，包括就是最新消息，伊朗的這個報復攻勢，在昨天的深夜突然間傳出了巨大的爆炸聲響，現在呢是直接點名美軍擊落了美軍的軍機，這是來自於伊朗的最新說法。中東現在是已經瀕臨全面開戰了嗎？美伊有沒有可能接下來為了一次的誤判，直接引爆失控大戰，把波灣也拖進戰火當中呢？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件事情，我們來看到美軍在這場戰爭打到現在的戰損，其實統計光是38天內，竟然是狂燒了上千枚的戰斧巡弋飛彈，數百枚的薩德飛彈。庫存說要到2030年後才可能補得回來。全球美軍最強的全球神話是不是已經被伊朗給狠狠打破了呢？第三點事情，我們來看到的是，美國一邊說他要停火，但是一邊對伊朗持續的加大制裁，這到底是戰略的施壓，還是其實呢，美國已經打到了彈藥見底，財政也失血，現在只能自己找台階下呢？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要趕快來看到的是，伊朗對於美軍的報復行動其實遠遠沒有結束。最新消息來看到的是在伊朗南部的布什爾省突然間傳出的巨大的爆炸聲響。伊朗媒體最新報道了，他說呢，因為防空系統攔截了敵對的飛行器，來自於伊朗的地方官員直接說了，這個被擊落的就是一架美國的軍機。真的是這樣嗎？來自於美國的最新說法說，所有的美軍空中資產都已經清點過了，我們並沒有飛機遭到擊落。現在雙方可以說是各說各話。事實上，我們觀察到伊朗近期態度真的是非常的強硬哦。在這一起爆炸事件發生之前，其實呢，革命衛隊才公開了一個最新的反擊畫面，直接使用的是短程固體燃料彈道飛彈鎖定美軍基地來進行報復。怎麼看這一波行動？是所謂的伊朗所謂的這個敵對飛行器，如果不是美軍的，那到底會是誰的呢？中東會不會進入準戰爭的狀態？厲將軍怎麼看？首先我覺得不管是美軍的中央司令部，或者是伊朗媒體的說法，其實雙方有一些落差，有一些灰色地帶。美軍說我們的軍機沒有被擊落，那伊朗說我擊落的是一個飛行器。那第一個就是說我們要提出的疑問是說，如果你美軍的軍機沒有被擊落，我是相信了，因為如果說一架軍機被擊落，那是茲事體大，那不可能媒體還會遮掩，中央司令部也不太可能說是掩蓋不報道哈。可是會不會是其他國家的？我講的其他國家，譬如說是以色列啦，或者是阿聯酋啦，我們知道阿聯酋也有對這個伊朗發動類似的攻擊，空中攻擊。曾經這個包括到阿聯酋的這種無人機哈，這個也是中方所制的無人機，在伊朗被擊落，也曾經發生過類似這種事情哈，所以會不會是別的國家？第二個不見得是軍機哈，有沒有可能是這個美軍現在也有一款這個仿制見證者136的這種無人機？那會不會像這種自殺型的攻擊
機在這個伊朗上空被伊朗所擊落，這種可能性是有的。但是美軍可能為了面子問題，我覺得他是有點閃躲的說法。他說我們沒有軍機被擊落，但是人家講的是擊落飛行器啊。那第二個，我認為說是美國跟伊朗雖然說目前最新的一個狀況是說即將有可能達成和平的這種停戰的一個協議60天，停戰協議60天，但是這個目前來講的話，雙方大概目前還堅持的就是在核武方面的一個達成一個協議哈。那目前聽說最新的進展是在等這個川普來批這個同意。那但是我覺得說這可能這緩不濟急了。可是，在過去的48個小時之內，我們看到美伊雙方零星的動手還是有的哈。最早是美軍去攻擊伊朗南部那個伊什姆島的那種伊朗的軍事基地，那美軍的說法是說我自衛反擊，那自衛反擊代表說他可能是看到伊朗的這個無人機發射架已經上了無人機發射架，即將可能有對他發射，所以他採取先發制人向他擊落。那當然除此之外哈。美軍伊朗來講，在第二次攻擊的時候，伊朗就立刻還以顏色，用他的導彈攻擊美軍在科威特的空軍基地，所以雙方這種小規模的衝突是沒有停下來過。但是我們從這2次的衝突也看得出來，雙方來講還是有克制的哈，他不敢將戰事擴大。這代表2件事情，就是雙方都認為這場仗對雙方來講可能不見得能夠有這個實力打得下去。對美軍來講的話，這場仗畢竟來講。它這個潰糧千里嘛，就從美國本土要運送很多的戰略物資，包括到這個後勤的物資要送到中東地區去，對它後勤負擔是很大。我們現在看到，不管是在德國的美軍的空軍基地或者在中東地區美軍的空軍基地，都停了很多的這種 KC-135加油機，還有運輸機，代表美軍必須要長途的運送物資過去，對他來講是非常疲累的。那尤其是說，現在美軍在這個整個這個波斯灣這個地區了哈，還停留着2艘的航母戰鬥群，那每天的燒的錢是很多的，所以美軍。我認為美國來講，可能沒有這個能力再繼續打一場持久的戰爭。那就伊朗來講的話，這場戰爭打到現在，如果說有機會，他能夠獲取到，譬如說讓荷姆茲海峽能夠正常開放航行，然後他不再被美國管制，他的伊朗的港口不再能夠輸出，他能夠解除對他伊朗的經濟制裁。我覺得這些種種方面，甚至於在核武方面，他如果能夠尋求一個突破，比當年這個對他的這種核武的約束來講會放寬一點的話，那對伊朗來講，他等於就是獲得一場勝利。所以說，伊朗大概也不想在軍事上面繼續擴大這個戰爭。对，好，所以我們看到，其實呢，剛剛將軍也特別幫我們提到了這個美伊停火60天，美軍光是部署他的武器在各個地方，其實就已經是非常燒錢了，更不要說最近幾天發生了一共是2次的零星衝突，又是另外一筆非常大的開銷，還有戰損。所以呢，我們也來看到現在呢，美國智庫最擔心的事情就是美軍除了燒錢之外，它的彈藥庫存已經越來越少了，幾乎見底。光是他們統計前38天戰爭爆發之後的38天，美軍的耗損到底有多少？我們看到具體數字1000枚的戰斧巡弋飛彈庫存要等到2030年才有可能補回來，還有超過200枚的薩德攔截飛彈到2029年才補得回來。報告直接說了，美軍現在已經出現長達數年的彈藥脆弱期，在庫存恢復之前，恐怕很難應對其他地區的衝突了。CNN 也爆料說呢，這個燒錢的不只是美軍的彈藥而已，其實也拖垮了美國的日常運作。CNN 直接說了，迫使美軍現在部分的訓練得取消，還有一些裝備延長這個維修，也緊急的向國會來追加預算。但是呢，我們看到預算沒有加成就算了，現在位在德州的美國陸軍第3軍訓練的預算更是直接大砍了2.92億美元，這包括當中有軍醫的一些訓練、飛行的訓練、新兵的訓練。現在是全面的大縮水，38天就打成這樣了，接下來還有可能繼續打下去嗎？張將軍怎麼看？因為美國現在是它的彈藥消耗快，但是生產速度慢，所以它補的就會慢。那我們看這38天的伊朗戰爭，美國消耗的戰斧巡弋飛彈就消耗了1000枚，美國總共有3100枚戰斧巡弋飛彈，那你1000枚將近消耗了1/3。對，那我們看你就要補啊，那美國現在整個加班來生產。
一年只能生產600枚戰斧，那你要補2年了。那外國還在買呢，像日本好了，我們講日本訂了400枚戰斧，那當然拿不到，1枚都拿不到，他已經簽了，都簽了。那澳大利亞本來買200枚，現在他加買200枚，要買400枚，都要不是只是美國在，英國也在買戰斧，所以不是光是美國要戰斧，那換句話說，他要供應到其他海外，那其他錢都付了，還拿不到貨，是問題在這個地方，所以是變成了供不应求，是美國目前軍工的狀況，而且現在知道這個中國大陸把稀土抓在手上，你的原料還受限，你要生產戰斧，那你要看你原料夠不夠啊，不是你的生產線夠不夠啊，是個問題。那我們另外看薩德系統，現在，它這一次總共消耗的這個薩德系統就是大概200枚，但是我們看看呢，薩德系統它年產量就100枚，96枚嘛，就是100枚嘛，它現在已經加班生產，全生產全推动，一年生產400枚，增加4倍哦，是這樣子哦，這是我講的是薩德反彈系統。那這一次我們知道，在伊朗戰爭，伊朗打的是不對稱作戰，它用的是無人機，用的是巡弋飛彈。還有地對地的導彈，那你要不要去攔？一攔，如果是攔導彈的話，2到3枚去，那你一下子消耗好快哦。那你攔截無人機，那你更虧。無人機一下子才100萬台幣，35000塊美金嘛。但是一個薩德飛彈的反彈飛彈是300萬美金到400，是到100倍那非常貴的。这個你100換1塊啊，你這怎麼玩下去啊？所以美國在這一方面就是在不對稱戰爭，他們沒有很精打的細算，造成他目前供不應求的狀況。那現在我們看美軍到底狀況怎麼樣？美軍這一次沒有成功是在哪裡？美軍如果要贏2件事，第一個是奪鈾跟毀鈾，把這個濃縮鈾奪掉，要不然把它毀掉、炸掉、稀釋掉、炸掉，沒有啊，奪鈾失敗，毀鈾也沒有啊，是不是？那第二個，你如果一輸一贏的話，好，那打通荷姆斯海峽，派1艘飛彈巡洋艦、2艘飛彈驅逐艦擺在荷姆斯海峽，誰敢扣留任何這個不放行這些船只的話，我就打誰。不敢，到現在為止都沒有。美國軍隊不能去，因為怕有無人機飽和攻擊，水下有水雷，水下有伊朗的小型的迷你潛艦，可以打2枚魚雷出來。他在這方面是有所拘謹。他好，那這個2枚沒辦法打通海峽，也沒辦法奪鈾毀鈾。那看看奪島戰有沒有，地面戰有沒有，那都不敢做。那既然要打仗是一不做二不休嘛。你又不地面戰，又不夺島戰，那這樣的話，伊朗就有底氣了。所以伊朗現在是拿翹了。他現在知道美國的缺點，美國的這方面的限制太多了。好，美国的限制這麼多，軍事打擊沒有用。那如果接下來，因為美軍現在在說嘛，他接下來恐怕會打的是經濟牌，針對於伊朗做出更多在經濟上面的制裁，到底有沒有用呢？我們持續來看哦。現在呢，這個美國的副總統范斯他是直接提出來了，說，其實呢，美伊雙方我們談的還可以哦。目前呢，是雙方已經非常接近，達成了一份的這個諒解備忘錄，當中包括會停火長達60天，那重新開放荷姆茲海峽，還有呢，針對伊朗的核計劃說也會再做討論。剛剛提到了嘛，軍事制裁沒用，那經濟制裁呢？美國另外一方面，它的2手策略，針對伊朗新成立負責掌控荷姆茲海峽的政府機構來做限制，還有限制伊朗的8艘油輪跟超過15個實體清單。苑老師怎麼看？這個講起來有點矛盾啊，真的是消息很難分析啊，因為前不久打起來的話呢，理由是自衛，是因為看不到被受攻擊的那一方是自衛，但是攻擊在哪裡沒看到，自己在打起來。然後呢，這個川普的整天講，就是目前的協商的話呢，快達成了啊，談得非常好。然後這邊的話呢，又要準備打啊，也實際上打啊。然後呢，就說是這個自衛的情況下，偶爾發生衝突。我覺得分析成這個3個原因啊。第一個原因的話呢，就是說美國本身呢，這個國會60天呢，就並沒有授權，所以不敢講說真的打。說叫自衛啊、衝突啊什麼的，就是繞過國會上的要求，其實都是一個不合法的措施了。然後第二個呢，范斯是從頭到尾這個 MAGA 是反對戰爭派的，那他現在做的是很不情願的，就是說停火延長60天，這個沒道理的，要停火就停火，怎麼延長60天？60天後再打。對。然後呢，這個重新開放荷姆茲海峽，荷姆茲海峽沒有被封閉過，荷姆茲海峽只是通過伊朗要經過伊朗申請啊，就是准啊什麼的。
然後第3個的話呢，限制伊朗的核談判，這個是穆杰塔巴說過，這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啊，因为呢，伊朗也非常清楚它的未來在哪裡。那現在的話呢，就是說美國最厲害的就是經濟封鎖啊、制裁什麼的啊這樣弄。但是你這邊問到我說，這個伊朗真的會退縮嗎？答案是不會，伊朗是受侵略的，伊朗人氣在心頭啊，一下子把這個穆杰塔巴的爸爸啊，就哈梅尼耶的話呢幹掉以後呢，伊朗上下心就全部結合在一起，伊朗的總統、伊朗的議長啊、伊朗的外交部長原來都溫和派，現在伊朗沒有溫和派了，全部都是上下一心啊，就是光腳的不怕穿鞋的，就跟美國打。我覺得非常清楚啊，這個戰術的話呢，首先就是消耗戰。然後是持久戰，然後是拖拉戰，一直拖到美國自己受不了為止。那美國現在的話呢，你前面2位將軍講的消息，沒有一個國家受得了。我在這邊先強調大家一件事情啊，那個戰爭要打士氣，士氣要靠你是不是站在正義的那一邊。那你侵略人家，結果沒有做好準備，那你怎麼會有士氣呢？美國現在的問題不是生產的問題，也不是錢的問題，是沒有士氣的問題啊。大家有沒有想象過啊？美國就打仗開炸彈殺死人的那些人，他良心何在啊？你光從這個角度來想，我們不用在現場就可以發覺美國的士氣就不足啊。你在這種情況下，這個戰爭怎麼拖下去呢？是啊，剛好拖下去就確實伊朗的策略。對，好，謝謝聶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